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懒拍的 package， 这个其实就是你在做数值分析的时候，或者一些数值的处理的时候，很常用的一个 package。那这个 package 其实如果你在做资料分析，几乎都要用到，因为不管后来的 scikit-learn 或者是 Spark， 它其实就是会吃这个格式的比较多。这个格式是一定要学的。最常用的资料格式叫做 ND Array。那 ND Array 其实就是一个很像矩阵的东西。那如果你熟悉 MATLAB 的话，其实它就是跟 MATLAB 的矩阵是非常类似的。我们先来讲一下怎么建立 ND Array。基本上你可以用 list 或 tuple 来创建一个 ND Array。那我这边现在介绍一个简单的范例。我这边先 import 的NumPy as NP，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说我要把NumPy用NP 这个简单的字来取代。接下来这3行的第一行里面，其实就是 NumPy 点 array 这个函数来建立一个 ND Array。你看我这边里面用了一个 list 叫123，那其实就是透过 NP 点 array 函数呢，把它转成一个 ND Array 的形式。它的 class 就是 ND Array 这个 class， 你把它印出来就是一个矩阵的形式，就123。我这边是一维的而已。注意哦，你输入必须是一个 list 或者 tuple， 像我这边就直接打123，它就没办法读取，因为它觉得你输入给它3个参数，所以这边必须要是一个 list 或 tuple 才可以。刚刚是一维的嘛，那你可以创造2维的 ND Array，OK， 那就是一个 list of list， 也就是 sequence of sequence。我这边就是用一个 list， 里面有3个 list， 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那我把它印出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330的矩阵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这样的一个矩阵。它是一个所谓的 object 嘛，那它有它的属性，它属性基本上有这几个常用的，点 shape、点 dimension 啊、点 size、点 dtype 这些东西。来看一下范例，看它怎么使用。创造了一个230的矩阵，那这边我就把它印出来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我这边分别去把它点 shape 啊、点dimension 这些东西把它印出来，你发觉，点 shape 里面它就会是230，因为它是一个230的矩阵。然后 dimension 就是2，因为它是一个2维阵列。size 其实它的元素有几个？因为我这边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嘛，所以总共有6个元素。OK， 那这边包含它的那个 data type 是什么？是那个整数，6位的整数的表示方式。点 T 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做 transport， 也就转置的动作，所以它这边就是会把1、2、3、4、5、6转置成1、4、2、5、3、6这样的一个320的矩阵，这样。这是几个比较常用的那个属性。其实它有更多的属性啊，那这边有提供大家一个网址，你可以去它的官方文件去查出它有哪些属性。那这边是创造其他向量的方式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创造一个向量是有一些规则的，比如说你想要创造一个0到100的向量，那你不可能打0到100这样的数字进去，这样打太慢，所以这边NumPy也提供了一些指令或者是函数，去简单的创造一些有规则的向量，或者是特定形式的向量。第一个介绍的 arrange 这个指令，其实就是创造一个向量的方式，然后它是根据有些规则，那规则我们待会来讲。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，OK， 这边 arrange 8，然后你发觉它印出来是0到7，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印0到7的这一个向量。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指令。就是那个 arrange， 然后3、8这样的一个函数的 input 给它，它就印3到7。这其实是跟你讲创造的方式会根据参数来做决定。那第一个参数其实就是你的起始点，第二个参数就是你的终点。像我这边就是3到8嘛，它就是3到7。那注意终点那个8其实不包含在里面，你要创造3到7，你就必须写3、8这样的参数给它。那比如说你要1到9，你就必须怎么样？1到10，它才会突出1到9的向量给你这样子。那我下面又举一个例子，你看我这边是 arrange， 然后参数是3、8、2这3个参数。那它的规则就是起始点、终点跟间隔。它起始点是3，所以它第一个是3；间隔是2，所以它第二个就是5；第三个就是7。那7下一个就是9嘛，9就已经不包含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因为它是终点是8，所以它就只会印出3、5、7向量给你这样子 ，OK。所以这是它 arrange 创造向量的方式，起始点、终点、间隔这样的方式。除了创造一个向量之外呢，你们也想说，也想要创造一个矩阵。那矩阵你可能会想要有好几个形成矩，比如说全部都是0的，或者是全部都是1的这样的矩阵，或者是乱数的。那我们会一一来介绍这些预设矩阵怎么做建立的动作。零矩阵的建立方式就是 Leros， 注意一下，需要是一个 list 或 tuple 给进列数跟参数。所以你参数要创造的是一个 tuple 的 list， 像我这边是加一个 tuple 23嘛 ，OK， 那23它里面就会创造一个230的零矩阵给你。相对于0，我想要创建都是1的矩阵呢，就用 once。那 once 这个指令跟刚刚的规则一样，就是用一个 list 或者 tuple 包装起来。像我这边就是创造一个3、2、1矩阵，全部都是1的矩阵，跟刚刚不一样。我这边是用 list 的参数给喂进去，跟刚刚有点小不同。不过基本上你只要喂 list 或者 tuple 都 OK。那刚刚就是都是0都是1嘛，那有时候你想要用一个乱数的矩阵，那你也可以用NumPy里面 random 点 rand 这个函数来做乱数矩阵的那个建立。那我这边一样用那个3、2的矩阵，它就会创造一个320的矩阵，然后乱数是0到1之间。注意这边刚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它不是一个 list 或 tuple 的列数跟函数，它直接给2个参数，这是它的函数
数的使用方式，所以你就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，就是所以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个 range 的这个函数，它的那个列数跟函数分2个参数来给定，不是刚刚一样是一个参数，然后是给一个 tuple list 的形式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刚刚是乱数的实数矩阵，那我现在想要一个乱数的整数矩阵，那跟刚刚是类似的，只是我 range 是后面是加 int， 是一个整数。它用法也有一点点稍微的参数有点不太一样，然后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一个例子就是，我想要创造一个乱数的矩阵 OK， 那我这边是先创造一维的，前面一个参数是你的值的那个范围的大小 ，OK， 那5就代表说我是要创造0到4的范围，这样5也是包含就是0到4。size 就是要创造的那个矩阵的大小，那我这边是一维的嘛，所以它是10的话就是一个110的矩阵的形式。那看第二个例子，我这边是2跟5，最小值是5，然后最大值是4，注意这5是不包含0，所以最大值是4。那size是10，所以一样是2到4的数字挑，随便乱挑，然后挑10个。那我这边最后一个例子，范围是2到4 ，OK， 虽然我是下2到，可是因为5不包含。那我这边的 size 就用23，所以有的我这边的 size 是一个 tuple 的形式喂给它，也是我告诉 range int 这个函数库，我要创造一个乱数的矩阵，这个矩阵不是只有一维而已，我想要创造2维的，所以我就一个23这个 tuple 给它，那它就会创造一个230的乱数整数的矩阵，这是它的使用方法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它跟前面有点稍微不同。array 的那个 indexing 的方式，我们想要把一个子圈创立之后呢，再去把它读取出来的那个动作叫做 indexing。那它 indexing 的方式跟 list 有点像，但是比 list 还弹性。我们待会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它为什么比 list 还弹性这样。我们这边有举2个例子，创造一个一维的 ND array， 我这边是 arrange 8嘛，所以它是会创造一个0到7的指令。我这边把那个 mate 1到3想要把它给印出来，那这个用法就跟那个 list 很像，它就会把2给印出来，因为它的 index 是起点跟终点，终点是不包含。注意一下，我这边另外右边那个例子就是3冒号，然后没有写就是到底的意思，所以我这边就是印3到7。一般来说，它跟 list 的 index 方面非常的像，但它比它 index 还弹性。这边举个例子就是创造一个向量，起始点是0，终点是16，间隔是2，所以我创出来就是0、2、4到14这一个ND array OK 是一维的。我 indexing 的方式是取出第3个跟第5个，第3个其实就是6，第5个其实就是10，所以你可以指定任何的 indexing 的值，然后去把它相对应的内容给取出来，这是在历史做不到的事情，所以这边它比历史还弹性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我塞一个35进去，它 index， 你也可以塞一个135这样的东西进去，它就可以取出135，你可以取出147这样的动作，就会比 list 里面的那个 slicing 方便这样子。讲完一维的 ND array indexing 的方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讲2维的那个 indexing 的方式。我这边先创造一个340的乱数整数的矩阵的那个大小340。第一个例子里面，它里面的这个矩阵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乱数矩阵。这边要注意一下，我开始要取代 index OK， 那我这边下了一个23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前面是列，后面是行的 index， 然后逗点隔开，那我就可以取出列式 index 是2，然后行 index 是3的那个数字出来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4。那因为我们是从0开始嘛，所以它就是第3列第4行，这是它取 index 的方式。那我这边的例子其实就是一个340的乱数整数矩阵。我这边开始要讲它的另外一个 index 的方式。第一个例子是取那个冒号然后3，那冒号3前面是起点，后面是终点，所以我都没有写，代表我全部都要列，我全部都要，但是index 是3的这个行，所以取出来就是一个550的指令。第3个例子就是一样是冒号，也就是前面是起点，后面是终点，那我都不写，就是全要的意思。34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想要取3到4嘛，那后面不包含就取3，然后它就变成是什么？变一个550。那你会发觉这2个取出来都是550，然后可是它显示的格式不太一样 ，OK， 这边要注意一下，你用第2行取出来那个冒号3啊，它取出来是一个一维 ND array 一维的矩，然后你第3个取出来是一个2维的矩阵，它虽然都是550，可是一个是一维，是个2维，这个你们可以用 shape 来看矩阵那个 size， 也就是行跟列的数目就知道，可以看出说为什么是一个是一维，是个2维。那这是另外一个指令，我一样创造一个340的矩阵 ，OK， 那我把那个乱数矩阵印出来之后呢，我取了一个 index， 我给它2个 list， 分别是1、2。这个 list 跟2、3这个 list， 那我取出来的分别是3、7，来看一下规则是什么。前面都是列，后面都是行。第一个 list 里面的1对应到第2个 list 里面的2，其实就是列跟行。所以我这边会取出 index 是1、2、
2的这个跟23这个值，就是我所谓的3跟7这个值。所以这就是它的那个 indenting 配对的方式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除了一般的 indenting 方式，我们讲那种 pooling 的 array 的 indenting 方式，也就是你用那个 true or false 来 index， 看一下这个例子就会比较清楚。一样，我们创造一个340的矩阵，我就把那个 mate 大于5比较的动作，把它的结果 assign 给 pooling index 这个变数。那你会发觉，它传回来的其实是一个 true or false 的 index， 也就是说告诉你，大于5的这个动作到底哪边是true， 哪边是 false， 也就是这个矩阵里面哪边是大于5，哪边是小于5，它会给你一个 pooling 的 index， 你可以把这个 index 带回去，去把它直接取出来。像我这边是把我这个 pooling index 带到这个 empty array 里面去，它就会取出6、7、8、9，也就是当初那些大于5的那些值。在做 indexing 的时候，你可以指定它的位置，你也可以在它的位置给它 true or false 这个 pooling 的 index， 就可以取出它相对应的值。true 就是取出，false 就是不要取出这样的概念。前面的2个例子合在一起写，就最后一个例子，把它大于5，然后 pooling x 之后再喂进去 mate 里面，就是把前面2个例子合在一起。empty array 可以做迭代的动作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for 圈去迭代，它迭代过程其实就是会以链来迭代。举了一个340的矩阵，那我迭代它用 for in 这个动作，第一次迭代是迭代4、5、1、7这一列。OK， 迭代的时候把它 list 的形式把它迭代出来，这边就会把它3个迭代出来。那你有时候也可以想要用那个每个元素来迭代，也就是把矩阵里面的元素一个一个迭代出来，必须要靠一个指令来做摊平的动作，叫点 flat。那摊平其实就是把整个矩阵变成一个向量，把矩阵变成向量就要考虑到是以列为主还是以行为主。那基本上 Python 是会是以列为主，你也可以指定它以列为主、以行为主，但基本上是以列为主。这以列为主的话，它第一个元素当然是2，第二个元素是1。第3个元素是7，所以以列为主。但是以先把列迭代完，再迭代第2个列，再迭代第3个列，这样以此类推。以列为主来迭代的话，就是2、1、7、0，以此类推。所以你也可以用点 flat 先把矩阵摊平之后，再来迭代每个元素。基本上 empty array 也是可以迭代的。那我们再来讲那个 empty array 基本运算，那其实就是加减乘除这些运算。如果你是习惯用 manifold 的话，你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基本上 empty array 里面的运算都是 element wise， 也就是说它就是矩阵相对应的位置做相同的动作，或者说相加或相减、相除的动作。我这边创造了2个矩阵230的，第一个这2个矩阵我想要做一些运算的动作，做了加减乘除的动作。上面2个就是一个是加，一个是减，相对应的位置做相加或相减的动作。下面这2个例子，它2个做相乘的时候，它是元素的相对应位置做相乘或相除。相乘就是9乘以2变成8，然后5乘以7就变成35，以此类推。那相除呢，就直接做相除，所以9除以2就变4.5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这跟 manifold 不太一样 ，manifold 其实就是矩阵的运算的规则。OK， 它这边不是，这边是直接做 element wise 的相乘。我想要做矩阵的规则的相乘的动作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用另外一个指令了。那一样，我创造是一个230跟300。矩阵相乘有它的规则嘛？相乘的第一个矩阵要的行数必须要等于第2个矩阵的列数，这样才可以做相乘的动作。所以我这边就是一个230乘以300的那个矩阵，那这样可以做相乘。相乘呢，它必须用点 dot 这个函数啊，才能做相乘。所以你看我这边点 dot 后面放一个 mate， 就是 mate 1乘以 mate 2。你也可以直接用 MP 里面的点 dot 这个函数 mate 1、mate 2，这样直接把它都 input 把它喂进去，它就可以做矩阵的相乘。所以说它基本上有2个用法，一个是 empty array 的物件里面的 measure， 或者是直接是NumPy这个 package 里面 dot 这个函数都可以这样用，就做矩阵的相乘的动作。那它很多资源去做数学的运算啊，比如说你要开根号啊，把它上起来啊，或者做取 maxima 或者取多个动作，它都有资源。NumPy 里面的这些指令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指定的数学指令的用法的。数字运算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讲矩阵大小的改变。那这边大小的改变，我这边其实就是想要把它的列根函数做一些变更，比如说原本是340的矩阵，我想要把可能260这样的形式。那改变的形式有几个指令必须要介绍一下。第一个就是 reshape 这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其实就是想把你原本的矩阵的 shape 做一些改变。像我这边创造原本是340，那我可以跟 reshape 这之间来做一些列根行的改变。reshape 它会产生新的 array， 不是对原有的 empty array 做改变，所以你必须用一个变数去接它，那个变数它就是一个新的 empty array， 就是 copy 一份的 empty array 在另外一个基体位置这样。你看我原本是340，我就把它改成260，所以下面是我改成260的样子，原本是340变260。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原本是340变成260，它的规则是什么？对，没错，它的规则其实就是以列为主，它会以列的方式一个元素一个元素把它叠成260之后就会结束，所以你看3545下一个列是5嘛，所以看3545后面就是接5，所以它是以列为主方式去迭代。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当你的 shape 改变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改变的形式是以列为主去改变，也就是以列慢慢这样去填。我们刚刚讲说 reshape
是会产生新的 array 嘛？那如果你想要对原本那个 array 那个物件去做更改的话，你可以用 resize。那我这边用 mate 点 resize 这个 method， 然后26，也就是我想要对原本的矩阵去对它的 size 做一个更改的动作，然后就会变成260。规则跟 reshape 一样。差别在于说，这时候 mate 被改变了，它不是产生一个新的一个 ND array， 它是针对原本的 ND array 去做一个改变。这边先举一个例子，92745这样的例子，然后先看到，这9275它的 shape 是多少，然后 dimension 多少，它的 shape 是5，然后后面是没有东西 ，dimension 是一维的。下面一样的例子，创造同样的 ND array 一维的，这边做一个 reshape 的动作，然后-1，然后它就变成一个2维的。阵列 ND array， 那它其实就是2，它的 shape 是51。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-1是什么意思。我先讲一下，1就代表说第二个维度代表是1啊，也就是说它是一行。前面这个-1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后面决定之后，前面的数目就全部都 assign 给它，因为我后面是1嘛，那前面还是5个元素，所以我就把全部5个元素做给它。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它后来的 shape 是51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因为它全部都给它了啊，因为它。有指定后面那个元素是1个嘛，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2维的阵列，所以这是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是不太一样在于说前面都还是一个1维的阵列，这边变成一个2维的阵列。这个例子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，我们来举另外的例子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。size 是340的乱数整数矩阵，那我这边用那个 reshape -1 2这个函数，行数是2嘛，然后-1。其实就其他全部都塞给他嘛，那因为我3乘4是12个元素嘛，那我其他的其实就是6，所以我这边-1就变成6的意思 ，OK， 所以我这边就变成一个620的形式。然后 reshape 你知道某一个维度的大小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给它大小，那另外一个你就可以用-1的动作，自己做配置的动作。那我这边要开始讲矩阵串接的指令，就是想要串接230跟220的矩阵这样子。那串接的指令就是 hstack， 它其实就是做那个水平的串接，它串接方案就是 hstack， 然后 mate1、mate2 这样的指令下去。注意这边要下一个。串接的指令就是一个 tuple 给它，代表说我要去串接这2个矩阵。这是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我要做垂直的串接。那我这边串接是一个330跟230的矩阵，因为是垂直串接嘛，所以你的行数要对才可以做串接。我这边就是行数都是3，做垂直串接是没有问题的。用法跟 hstack 一样，就是 mate1、mate2 喂给它是一个 tuple 这样的形式。拆矩阵有它特定的用法，这边要稍微讲一下，用的指令是。array split 这个函数，右上角是我创造出来的 ND array 的形式，下的指令是 mate， 然后3，然后 ss 用那个0这个动作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一个矩阵拆成3个部分 ，ss 0是告诉你说我要以列来切 ，OK， 然后1就是对行来切。OK， 所以这边是把一个列边来切成3等份，这边是另外一个用法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指令 ，mate 但是我要切的对象 ，ss 是1，也就是我要对行切，然后中间的2是代表对行怎么切，也就是说它里面这个2是其实代表是它切点在哪里。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讲的话，它其实就是0到2。2到4， 4到尾巴。0到2其实就是前面2行嘛，所以你看我前面切了2行，就是4、5、3、4、3的。2到4也是2行，所以就是5、1、3、4、2、1这个矩阵。然后4到全部嘛，所以你看后面全部都给它了。中间这个是告诉你它的切点在哪里，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把做矩阵的行来对切。我们这边讲的是朗利有这个指令，它其实对应就是 map 里面的 find， 也就是把非零的元素给找出来。然后因为 map find 还蛮好用的，所以我这边做一个介绍。造出来的那个矩阵是一维的，然后是01的矩阵。这边用了 mate 点朗利有这个 method 呢，去把那个非零的元素给找出来，而且是回传什么？回传它的 index。所以你会看出来这边1、3、6、7、8传回的是非零的元素的 index， 这样你就可以对这些 index 做一些运算或者是存取的动作。好，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哦，你可以搭配 boolean 的 index 来做。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这边第3行是先做一个动作叫做 mate 大于3，也就是说我想把大于3的那些元素给取出来。然后呢，这边因为是大于嘛，所以它会是什么 pooling 嘛，就是要么就是 true or false。OK， 那如果是 true or false 喂给 non-zero 的时候呢，它会把 true 当作是1 ，false 当作是0，所以它会把非零的元素给取出来嘛。那也就是怎么样，把那些大于3的元素给取出来。所以你看他们这边会取出多少？0跟6，也就是相对应的 index 就是那2个5啊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搭配 pooling 的方式，把那些大于某些值的方式给取出来，这是可以跟之前的那个 pooling index 做一个互相搭配的用法，这还蛮好用的。所以说你们如果想要找出矩阵某些特定值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出来。这个表格是提供一些 manip 的使用者哪怕相对应的那个指令的方式，可以在这个网址找到更多的相对应的方式。在介绍那个 stack data 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那个一般的开档跟读档的方式，然后接下来就用文字的方式去处理它嘛。
OK， 那我们现在想说，我们已经学了NumPy了，我是不是把它转成数值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？OK， 那我这边一样做了开档、读档，然后取特定的栏位之后呢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for 圈里面有一个 for comprehensive 的指令叫做 float， 然后 i 点 replace 这个指令哦。我们先看一下 replace 一次字串里面的一个 method， 它会把字串里面的某些字元做取代的动作。我这边是怎么样把那个逗点用成就是一个空的东西给取代掉？原因是因为股票里面那些圈位元符号会在嘛，它圈位都会一个逗点的符号。我想，因为那个我把它当做字串读进来，然后它就会留在那里，所以我想要把它拿掉，所以我就用 replace 这个动作。那 replace 完之后，它变成一个字串，而且是里面没有逗点的嘛，我再把它取浮点数的动作，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浮点数。for 圈里面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单纯，其实就是想要把千元的符号给拿掉，然后再把那个数字转成是浮点式的形式，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历史，把它存下来，这样子做完动作就变跟下面的一样了。这应该是那个交易的额度或者是股票数，就会搭配NumPy。那这边就会用到类似NumPy的东西，因为我把它存成是一个list的形式，而且是数值的嘛，我想要把它用数值方式来输出的 ，OK，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用NumPy的形式来处理。那我这边就是把 list 的形式转成那个 empty array 的形式，就是下一个 array 的形式 ，OK。那我转成 array 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看它一些属性嘛，比如说它的矩阵的大小是多少，这边就用 shape 去看它的矩阵大小是22/8，也就是说它有22天的交易日。然后8个属性，这个属性可能是交易的数量啊，或者是收盘价啊，或者是盘前价之类的东西，变成 empty array 就很方便，你就可以用它的 index 的方式把你相对应的资料可以取出来。像我这边就是用 index 的方式，就是冒号5这样的形式把它收盘价给取出来。你也可以取出它的平均啊，像我这边就是把收盘价的平均给算出来，就 np 点 min。你也可以把，比如说是交易量，把它取平均这样子，以此类推，甚至可以做 sum 或之类的东西，就可以把它结束。总结这个NumPy其实就是想要把你的资料转成是NumPy的形式，也就是便于做数值计算的方式。因为我们接下来做资料分析都会把资料转成是数值的形式来做运算，所以第一步你大概都是会把数值转成NumPy的形式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介绍NumPy的原因在这里。